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辛辛苦苦存了10万块，结果几年后发现购买力还不如当初的8万。或者看着新闻里某个国家货币一夜暴跌，瞬间让无数人的财富化为泡影。在这个通胀像野草一样疯长的时代，钱放在银行里就是在慢性贬值。房子、股票、黄金，每样投资都有风险。但有没有想过，也许答案就藏在货币本身。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全球最保值的10种货币。这不是什么高深的金融理论，而是普通人也能理解和运用的财富保值策略。从第10名开始，让我们一起揭开这些硬通货背后的秘密。第10名，加拿大元 CAD。 说起加拿大，大家第一反应可能是枫叶、冰球，还有那个永远在道歉的礼貌形象。但你知道吗？加拿大元其实是全球10大最稳定货币之一。加拿大简直就是大自然的宠，石油、黄金、木材、小麦，你能想到的资源，人家基本都有。当全世界都在为资源发愁的时候，加拿大却在那里淡定地数钱。更重要的是，加拿大人做事真的很稳。他们的央行不会像某些国家那样今天加息明天降息，政策连贯性很强，政治也稳定，基本不会出现什么大风大浪。加拿大元与美元联系紧密，受全球石油价格波动影响。由于地理位置紧邻美国，两国贸易往来频繁，这种经济一体化也为加拿大元提供了一定的稳定性。如果你看好大宗商品的长期前景，或者想分散一些北美资产，加拿大元是个不错的选择。而且加拿大的银行利率比较诱人，存款还能有点收益。不过要注意，加拿大元跟石油价格关系密切，油价大涨大跌都会影响它。另外，毕竟是小众货币，流动性不如美元那么好。但对于想要分散风险的投资者来说，加拿大元提供了一个相对安全的北美替代选择。第9名，英镑 GBP。 英镑这个曾经的日不落帝国货币，虽然经历了脱欧的风风雨雨，但底子还是很厚的。伦敦这个名字就是金钱的代名词，全球40%的外汇交易都在这里进行，这可不是吹的。即使脱欧了，伦敦的金融中心地位短期内还是无人能撼动。英国人在金融这块确实有2把刷子，几百年的银行业经验不是白积累的，他们知道怎么在风浪中保持稳定。虽然政治上有些动荡，但金融体系的韧性还是很强的。英镑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交易货币之一，其强势和韧性部分归功于英国作为世界 GDP 最大国家之一的声誉。英国的服务业，特别是金融服务业，在全球都有重要地位，这为英镑提供了稳定的需求基础。英镑适合那些相信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的投资者。如果你看好英国的长期复苏，英镑绝对值得配置一些。但是要注意，政治不确定性是英镑最大的敌人。脱欧后遗症、政府换届、政策变化，这些都可能让英镑坐过山车。英国经济虽然不如以前那么辉煌，但创新能力依然很强。从金融科技到生物医药，英国在很多新兴领域都有优势。这些新的增长点为英镑的长期稳定提供了支撑。第8名，澳元 AUD。 澳大利亚这个被人戏称为坐在矿车上的国家，用实力证明了什么叫靠山吃山。澳洲简直就是地球的资源仓库，铁矿石、煤炭、黄金、牛肉，全世界都要从澳洲买东西。特别是亚洲经济起飞的时候，澳洲就是最大的受益者。澳洲还有个得天独厚的优势，地理位置，远离战争和冲突，政治稳定，法治健全。澳洲央行也很专业，不会胡乱印钞票。澳大利亚元被称为商品货币，
因为澳大利亚向世界市场供应大量农产品、石油和化工原料，用本国货币支付商品更加便利。这种商品货币的特性让澳元与全球经济周期密切相关。当全球经济增长时，对澳洲资源的需求增加，澳元就会走强。如果你看好亚洲经济的长期发展，澳元是个很好的选择。因为亚洲发展的越好，对澳洲资源的需求就越大。澳洲的教育产业也很发达，每年吸引大量国际学生，这也为澳元提供了稳定的需求。需要小心的是，澳元波动性比较大，特别是受亚洲经济影响明显。如果全球经济衰退，澳元可能会比较难受。另外，澳洲房地产市场的波动也会影响澳元走势。但总的来说，澳洲的资源优势和稳定的政治环境让澳元成为一个相对可靠的投资选择。第7名，美元 USD。 美元才排第7。没错，你没看错。虽然美元是老大，但在稳定性这个角度上，确实还有更稳的存在。美元就是货币界的扛把子。全球 60% 的外汇储备是美元， 88% 的外汇交易都要用到美元。这种统治地位短期内没人能撼动。美国经济体量摆在那里，金融市场的深度和广度都是世界第一。一有什么风吹草动，全世界的钱都往美国跑。截至2024年，约有 2.4 万亿美元在流通，其中 60% 在美国境外流通。美元的霸主地位不是偶然的。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发达的金融市场、最强大的军事力量、最先进的科技产业。从硅谷的科技巨头到华尔街的金融机构，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影响力无人能及。美元作为石油交易的主要货币，也让它在能源市场中占据重要地位。近年来，美国通胀压力比较大，美联储又是加息又是缩表，搞得市场有点紧张。另外，美国的债务问题也是个定时炸弹。美国国债规模已经超过 GDP 的 100%， 这在历史上是比较少见的。虽然目前还没有出现大问题，但长期来看确实是个隐患。不管怎么说，美元还是必须配置的。特别是在动荡的时候，美元就是最好的避风港。美元资产的选择也最丰富，从国债到股票，从房地产到商品期货，应有尽有。对于全球投资者来说，美元依然是不可或缺的配置。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别忘了关注才知道，并点击小铃铛，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祝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第6名，新加坡元 SGD。 新加坡这个小红点却有着大智慧。新加坡元能排到第6，绝对不是偶然。新加坡金管局有个独特的玩法，他们不是通过利率来调节经济，而是直接管汇率。发现汇率偏了，马上出手干预。这种精准操作让新加坡元一直很稳定。新加坡的地理位置太牛了，连接东西方的重要枢纽。政治稳定，法治健全，税收还优惠，跨国公司都抢着来这里设总部。新加坡元目前在全球最交易货币中排名第13位，被认为是亚太地区最高价值的货币之一。新加坡虽然国土面积小，但经济密度极高，人均 GDP 在全球排名前列，这为新加坡元提供了强有力的基本面支撑。新加坡的金融业非常发达，是亚洲重要的财富管理中心。很多富豪都选择在新加坡设立家族办公室管理财富。这种财富聚集效应为新加坡元创造了稳定的需求。新加坡还是重要的贸易中转站，连接亚洲各国的贸易往来。想配置亚洲资产的话，
新加坡元是个很好的选择。而且新加坡银行的利率也不错，存钱还有收益。新加坡的房地产市场也比较稳定，是很多投资者的首选。作为小型经济体的货币，流动性相对有限。不过对于一般投资者来说，这个问题不大。新加坡政府的财政状况非常健康，外汇储备充足，这为新加坡元的稳定提供了保障。第5名，欧元 Euro。 欧元这个20个国家的共同货币能排到第5位，靠的是什么？欧元是世界第2大储备货币，占全球储备的 20%。 欧盟作为一个整体，经济体量跟美国有的一拼。欧洲央行虽然动作慢，但胜在稳，他们的通胀控制能力还是很强的。另外，欧盟国家的黄金储备很丰富，这给欧元增加了不少含金量。欧元多年来不断走强，使其能够在世界最强货币中保持强势地位。其价值部分来自于作为20个欧洲国家的官方货币，包括几个经济发达的国家。德国的制造业、法国的奢侈品、意大利的时尚产业，这些都为欧元提供了实体经济支撑。欧洲在绿色能源和可持续发展方面走在世界前列。随着全球对气候变化的重视，欧洲的绿色技术和清洁能源产业有望成为新的增长点。这种转型虽然短期内有阵痛，但长期来看有利于欧元的稳定。欧元适合长期持有，特别是如果你在欧洲有业务或者投资计划。欧洲的资产选择也很丰富，从德国国债到法国股票都有。欧洲的艺术品和奢侈品市场也很活跃，是高净值人士的投资选择。欧盟内部发展不平衡是老问题了。德法等核心国家强劲，但南欧一些国家相对较弱。任何成员国出问题，都可能拖累欧元。不过，欧盟已经建立了一系列机制来应对这种情况，比如欧洲稳定机制等。第4名，瑞典克朗 (SEK)。瑞典克朗能排到第4，体现了北欧模式的独特优势。瑞典经济高度发达，创新能力超强。沃尔沃、爱立信、H&M、宜家这些世界知名品牌都是瑞典的。经济结构很多元化，不会过度依赖某个行业。瑞典的财政状况相当健康，政府债务负担轻，社会福利好，政治稳定，这些都为货币稳定打下了坚实基础。有趣的是，瑞典虽然是欧盟成员，但坚持用自己的货币，不用欧元。这种自信从侧面反映了瑞典克朗的实力。瑞典人对自己的货币政策很有信心，不愿意受欧洲央行的约束。瑞典在科技创新方面一直走在世界前列，从电信设备到游戏产业，从清洁技术到生物医药，瑞典在很多新兴领域都有竞争优势。这种创新能力为瑞典经济提供了持续的增长动力。瑞典的环保意识很强，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做得很好。他们的碳中和目标比欧盟整体目标还要激进。这种环保理念不仅是社会责任，也是经济机遇。绿色技术和清洁能源将成为未来的重要产业。瑞典克朗适合追求稳健收益的投资者。瑞典的科技创新也很厉害，相关投资机会不少。瑞典的房地产市场也比较稳定，是很多投资者关注的领域。作为小国货币，流动性相对有限，但对于看重稳定性的投资者来说，这不是大问题。第3名，挪威克朗 NOK。 挪威克朗的故事很励志，这是一个不欠债国家的货币。挪威是全球少数几个没有净债务的国家。简单说就是国家不用借钱过日子，这在当今世界简直是奇迹。挪威人很聪明，石油赚来的钱没有全部花掉，而是建立了全球最大的主权财富基金。这个基金现在管理着超过 1.4万亿美元，
相当于每个挪威人拥有约25万美元。挪威克朗完全独立浮动，不与任何货币挂钩。这种自信显示了挪威对自己货币的信心。挪威的石油基金不仅是财富储备，更是经济稳定器。当油价下跌时，基金可以为政府提供资金支持；当油价上涨时，多余的收入会继续投入基金。挪威在可持续发展方面也走在世界前列。他们不仅要从石油中赚钱，还要为后石油时代做准备。挪威的电动车普及率全球第一，清洁能源技术也很先进。这种前瞻性思维为挪威经济的长期稳定奠定了基础。挪威的教育水平很高，人力资源素质优秀。虽然人口不多，但人均产出很高。挪威的海洋工程技术世界领先，这不仅服务于石油开采，也可以应用到海上风电等新能源领域。挪威克朗稳定性很高，适合作为避险配置。当然，要注意油价波动的影响。虽然挪威经济在多元化，但石油依然是重要因素。油价大涨大跌都会影响挪威克朗。但总的来说，挪威的财政实力和前瞻性政策让挪威克朗成为一个可靠的长期投资选择。第二名，日元 JPY。日元，全球避险货币的王者。虽然看起来便宜，但稳定性却是顶级的。日本的通胀率长期超低，有时甚至通缩。这种超稳定的物价为日元提供了坚实基础。日本是全球最大的债权国，海外资产超过3万亿美元。一有风吹草动，日本企业和投资者就把海外资金撤回国内，推高日元。日本央行的政策极其稳健，多年来一直维持超低利率。虽然收益率低，但稳定性一流。日本虽然面临人口老龄化的挑战，但技术创新能力依然很强。从机器人技术到精密制造，从动漫产业到游戏开发，日本在很多领域都有独特优势。日本企业的精细化管理和长期主义思维也为经济稳定提供了支撑。日元最大的价值就是避险。股市暴跌，地缘政治紧张的时候，资金就会涌入日元寻求安全。这种避险属性让日元在全球金融体系中占据独特地位。无论是2008年金融危机还是2020年疫情冲击，日元都表现出了强劲的抗跌能力。日本的债务虽然很高，但大部分是内债，由日本国民持有。这种债务结构相对安全，不容易受到外部冲击。日本的贸易顺差也为日元提供了稳定的需求。日元利率极低，甚至为负，持有成本较高，适合短期避险，长期持有要考虑机会成本。但对于风险厌恶型投资者来说，日元的保值功能依然很有吸引力。第一名，瑞士法郎 CHF。 瑞士法郎，稳定货币界的绝对王者。为什么它能稳坐第一？瑞士的中立国地位是天然护身符，无论世界怎么乱，瑞士总能置身事外。这种政治稳定性无价。瑞士银行业的声誉世界第一，虽然银行保密制度有所松动，但瑞士作为全球财富管理中心的地位依然稳固。瑞士法郎曾经与黄金挂钩，虽然现在脱钩了，但含金量的概念深入人心。瑞士央行的黄金储备也相当丰富。最关键的是，瑞士的通胀率极低，过去几年平均只有 0.6%。 这种超低通胀为法郎的购买力提供了强力保护。瑞士不仅政治中立，经济也很均衡。从精密制造到金融服务，从制药工业到奢侈品制造，瑞士在多个高附加值领域都有优势。瑞士企业的全球化程度很高，这为瑞士经济提供了稳定的外汇收入。瑞士的教育和科研水平世界顶尖，创新能力很强。
虽然国土面积小，但人均 GDP 很高。瑞士人的理财观念也很保守，不喜欢冒险，这种文化特质也体现在货币政策上。如果你追求绝对安全，瑞士法郎就是最佳选择。特别是在全球不确定性增加的时候，瑞士法郎往往表现出惊人的抗跌能力。瑞士的私人银行业务世界闻名，为高净值客户提供专业的财富管理服务。瑞士法郎的主要价值在于保值，不要指望高收益，适合作为投资组合中的压舱石。瑞士央行偶尔会干预汇市，防止法郎过度升值，但这种干预通常是短期的，不会改变法郎的长期走势。了解了这10大稳定货币，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实际操作。多元化是投资的金科玉律，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建议的配置比例：主要储备货币美元、欧元占40%至50%，避险货币瑞士法郎、日元占20%至30%，其他稳定货币占20%至30%。汇率市场变化很快，建议每季度检查一次配置，必要时进行调整。不要频繁交易，因为外汇交易成本不低，频繁操作可能得不偿失。关注通胀、利率、政治局势这些大环境变化，它们都会影响货币表现。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可以通过银行的外币存款、外币理财产品来配置外币资产，也可以投资相关的 ETF 基金，这样更加便利。有条件的投资者还可以考虑在海外开设银行账户，直接持有外币资产。记住，货币投资主要是为了保值，不是为了暴富。选择稳定的货币就像给财富买保险，重点是降低风险，而不是追求高收益。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稳健保值比什么都重要。从加拿大元的资源优势到瑞士法郎的绝对安全，每种货币都有其独特价值。最好的投资策略不是追求暴富，而是稳健保值。根据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和投资目标，合理配置不同的货币资产。投资路上，稳健第一，收益第二。愿每个人都能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守护好自己的财富。关注我，我是财之道，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